他是60年代侧踹王唯一的继承者，所实施的侧踹腿不仅稳准狠，而且还极具有杀伤力。至今为止，某些外国赛事都明令禁止使用侧踹腿，打不过就禁止，这可是某些国家极具有特色的特殊规则。王玉虎认为侧踹腿的精准度还不是特别高，于是决定闭关3年，以此来提升一下侧踹腿的精准度和力度。刚出闭关的王玉虎就遭到了来自斯洛伐克的马佐尔所发起的挑战。马佐尔常年在外国拳坛打比赛，基本上没来过中国。一次偶然的机会让马佐尔听说了这位侧踹王，于是不远千里来到了中国，点名挑战王玉虎。目的很简单，就是要证实一下王玉虎这个侧踹王的真实性。身为60年代侧踹王的唯一继承者，王玉虎当然不会丢了上一辈的脸面。话就不多说了，来让我们欣赏一下王玉虎的精彩表现。自古英雄出山东，王玉虎就是来自山东。虽然王玉虎是赫赫有名的侧踹王，但王玉虎并不会轻易使出。如果轻易使出，那么将很轻易获得比赛胜利。那么王玉虎下一位对手会对此进行研究。这样一来的话，王玉虎的侧踹腿将起不到任何作用。都是以勾拳以及低扫踢的组合见长。马祖尔是那个泰拳的这个世界冠军，所以他的这个膝或者是可能对他的一个威胁。是的，他的膝击可以说詹马座呢是一个力量型的拳选手，他的膝击可以做到多发连击。在上一场的斯洛伐克站的比赛呢，战胜了华裔拳王陈多利。而这个红方选手那个王玉虎呢，转身边拳在第一次王玉虎太猛了，直接压着马佐尔往死里打。看来马佐尔赛前所做的预防侧踹腿的招式，现在已经无用武之地了。面对王玉虎的猛打猛冲，马佐尔只能强行搂抱来进行防守。然而王玉虎一直在做着反抗，找到机会就会给马佐尔的脑袋来一拳。漂亮，拳也非常漂亮，非常漂亮。对，看詹马座能不能顶过这一轮的压力。你就看这个王玉虎的右手的后手重拳是吧，很具有穿透力，他这个拳法很具有穿透力。冲的真猛啊，王玉虎！因为王玉虎今年22岁，他对手是马佐尔的，今年已经31岁。常年在国际拳坛打比赛的马佐尔，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惨烈的状况，唯有搂抱才能保住马佐尔的小命。多次的搂抱已经引起了裁判的注意，一直处于猛打猛冲的王玉虎太无奈了。不过马佐尔多次的搂抱也相当于救了王玉虎，全程都在发力的王玉虎体能很快就消耗完毕了。泰拳手一般都慢热。对，这个时候王玉虎还要考虑的就是会不会这个詹马佐尔这个发出来这个后劲儿，如果说是随着比赛的进行后劲儿出来，自己也要小心。看马佐尔一贴身，马上就袭就上来了。他现在马佐尔现在实际上他现在这种贴身是一种消极的防守，不是主动的这种进攻的方式和态势。现在给人打懵了，他只有靠这种搂抱之后，他有袭击，有动作，在某种程度这是一种消极防守。看场裁判，裁判直接邀请马佐尔吃了一张黄牌，这张黄牌意义重大，若再有违规招式使出，那么2张黄牌就会变成1张红牌，红牌就是把马佐尔驱逐出擂台。吃了黄牌的马佐尔唯有读秒王玉虎才能获胜，不然的话很难以点数的方式击败王玉虎。我看到詹马佐尔呢，自己所擅长的一些的组合呢，在王玉虎的面前有些发挥不出来。我所担心的是，现在这个红方选手王玉虎的体能的分配，他毕竟是第一次打昆仑决，打这个每局3分钟要打3个回合。是的，他打锦标赛虽然是这个是得分制，但是那个2局可以说我知道前2局我赢了，第3局就不用打了。是的。那这样的话呢，擅长泰拳的詹马佐尔呢，如果说是随着比赛的进行，虽然马佐尔依然有搂抱的现象，但马佐尔在搂抱期间有做动作，所以裁判也无法判定马佐尔是不是消极搂抱。回合结束了，这次马佐尔算是长见识了。面对王玉虎的猛打猛冲，马佐尔根本无法正常抵抗。首回合的王玉虎连一次侧踹腿都没有实施，看来是时机未到。精准就是王玉虎的后手直拳，他打法很有具有穿透力，不仅有力量，速度还很快，对不对？你看慢动作是吧？是。这个时候好，第2局比赛开始了。第2回合开始了，吃了1张黄牌的马佐尔像是打了一针兴奋剂，不过还是没有改掉在内围搂抱的现象。对于王玉虎来说，马佐尔的表现无法达到实施侧踹腿的要求。从比赛开始到现在，马佐尔一直把距离控制在中近距离，并不会给王玉虎在中远距离实施侧踹腿的机会。距离，特别是中国的侧踹腿，实际上一般外国选手不太容易防。是的，在第1回合当中呢，王玉虎也是2到3次的侧踹腿。所以到第2回合开局，这个王玉虎采用这种战术和打法，就是体能有些问题，这个很重要，非常漂亮。只要拉开打中近的话，王玉虎是有优势的。
对就怕打这种近战，缠抱打近战他就毁了。对因为他没练过戏法，他没有戏法，而且还不知道怎么防。对，这场比赛是练散打的。这场比赛詹马祖尔啊，他的这种技战术，俩人都很聪明，在内围搂抱期间都有动作打出，裁判也无法直接判定存在消极搂抱的行为。随着时间的变化，王玉虎的体能正在一点一点变少，然而马祖尔却趁此机会对王玉虎发起了一波接一波的猛攻。反观王玉虎一点都没怂，继续拿着犀利的拳脚进攻来反击马祖尔。冲的太猛了！他现在体能出现问题，你看现在他也出拳也不精准了。对，也有搂抱了，有搂抱了。是的，就是在第一个回合，整个一个回合，王玉虎是毫无停歇，一番一番的压力啊，确实在第二回合看能不能在体能上盯下来。他要用腿法控制距离，不要近身。那么在这个比赛之间，我跟王玉虎也经过聊天，他说我们现在山东队打完冠军赛给解。马祖尔见王玉虎一次侧踹腿都没有实施，于是改变了赛前所制定的计划，开始对王玉虎采取压制性的打法。不管王玉虎实施什么样的防守反击或者是限制动作，马祖尔的进攻一刻都没有停止过。面对马祖尔的猛打猛冲，王玉虎照样能用拳头打在马祖尔的脑袋上。毕竟马祖尔有一张黄牌，只要王玉虎保持十足的警惕，不被马祖尔 KO， 那么王玉虎的赢面还是很大的。不要再搂抱，你再搂抱就对付要扣你分了。这个我们所提到的，在第一回合比赛里冲得太猛，体能下降。对，这也是昆仑决的这个比赛特征，他希望比赛对抗性更激烈，大家都很主动，然后防止搂抱和纠缠，是这样的，也适合电视观众的一种这个观看。这个时候詹马祖尔呢已经是找回了自己的节奏，对于王玉虎来说，如果是跟詹马祖尔玩这样的节奏的话，对自己非常的不利。他不是想玩这种节奏。别看王玉虎的体能下降了很多，但王玉虎所实施的进攻精准度非常高，每一次实施进攻都能精准命中马祖尔的脑袋。不过这些进攻不足以威胁到马祖尔的生命，顶多就是起到一个限制作用。王玉虎想奋力的进行还击，现在王玉虎只能靠他这个右手的后手重拳了，因为没有任何招数。但是他后手直拳打的就不如第一局有穿透力，人家距离有时候不够。这就是典型的体能下降一个征兆。看，自己腿都软了。刚才第三回合比赛开始了。第三回合申江队。第三回合开始了，王玉虎的体能已经告急，在第一回合已经使出了80%的体能，照这样打下去，王玉虎很快就会被马祖尔吊打一顿。不过王玉虎的杀手锏还未使出，一直以来王玉虎都是以拳法为重心，到了第三回合还是如此。此时的马祖尔已经放下了所有的警惕，全心全意和王玉虎展开正面对抗。比赛里面他的重拳发挥挺好，这是他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造成的，就是他体能下降。这第二，他的拳腿组合没有任何的节奏，是吧？他根本就不用腿，现在是。那这一点的话，就是像荷兰那些运动员啊之类的，我觉得他们是的，全部3个回合持续进攻。是的，刚刚是王玉虎连续2次的。王玉虎的侧踹腿开始逐渐使出，再不把杀手锏搬出来，恐怕王玉虎坚持不到比赛结束就被马祖尔 KO 了。看似王玉虎是在和马祖尔展开拼拳，其实是在测量距离。看来王玉虎是在准备实施侧踹腿了。他用这种方式是体能是下降很大的。你看，但是他的迎击拳还比较准。是的，王玉虎在迎击的时候打了2次迎击，他就靠这个右手的后手重拳，没有任何的招数。他已经。现在我们看到反而这个斯洛伐克的马祖尔，你没有看他的拳腿这种组合，是吧？一个体能好的原因，再一个他从第2回合已经慢慢的找回。长时间的猛打猛冲让马祖尔的体能也消耗了很多，已经把王玉虎是侧踹王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了。面对重新拉开距离的王玉虎，马祖尔并没有在第一时间进入王玉虎内围，结果被王玉虎一记侧踹腿放倒。漂亮，没有，这是一个冷的中国式侧踹腿，直接上头，直接上头，中国式侧踹腿，直接上头。谁能想到？想不到吧？非常罕见的，非常罕见的侧踢直接打倒。这时候王玉虎绝对不会给你机会，一定要用后手重拳，右手后手重拳打进去。在这双方又是一轮的火拼，双方拼拳，看谁能扛得住。这是一个戏剧性的一种场面，在场面占优情况下，突然王玉虎一个右高扫。此时的王玉虎依然在准备实施侧踹腿，搂抱只是王玉虎的幌子，其实是在寻找合适的距离。再次把马祖尔推开的王玉虎又给马祖尔来了一腿。侧踹腿，就是这个了这个。
这不就不是防御动作，打出中国功夫的风格了。对，这就是主动进攻性的腿法，不是完全一种防御了。这个侧踹腿外国选手几乎完全没有。对，这个直线腿法。这已经是第2次，对，不对和马祖尔没读秒。对，这比赛没悬念，这比赛就没悬念了，打得非常好。2次强毒3分没了，对不对？马祖尔已经打上头了，并没有把王玉虎的侧踹腿放在心上。其后王玉虎又给马祖尔来了一腿，这一脚彻底把马祖尔踹废了。可能马祖尔已经忘记了此行的目的，看马祖尔的眼睛中可以看到满满的遗憾。冷招，你说散打有他有些有冷招吧，又是中国的职业腿法，侧踹腿上头，看，对，这个太棒了，看没有？这是第一次，是吧？对，而且对方完全没有防守，就这个，对吧？而且你们都知道，3次侧踹腿成功粉碎了马祖尔，还不会让下一位对手发现任何破绽。王玉虎和刘海龙是同乡，刘海龙还在台下给王玉虎进行指导，这个功劳和刘海龙是密不可分的。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你会给王玉虎打几分？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咱们下期不见不散。